精锐的车臣军部队目前已经转战东乌地区，甚至出现了双持 AK 突击步枪向乌军扫射的车臣猛男。一起来看详细情况。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自从3月份开始从马市转战东乌后，车臣部队面对乌军主力是连战连捷，仅1个月时间，在东乌地区，在俄军和 DNR 部队的配合下，拿下了许多重要节点，在卢比日内和波帕斯纳一线对乌克兰军队造成重创。根据俄媒的报道，转战东乌的车臣部队差不多有数千人之多。而从战争开始，卡德罗夫足足向乌克兰派遣了1万余人的车臣精锐部队，人员数量相当于一个整编师。而车臣部队也分散在尼古拉耶夫到东乌地区的战线中。目前为止，车臣精锐部队的主力都在卢甘茨克和顿涅茨克地区作战。从5月开始，在东乌地区的丛林当中，车臣部队和乌克兰防御部队进行了城郊的阵地争夺战。面对悍勇的车臣精锐，乌军的防御虽说能够延缓迟滞车臣的进攻，但仍旧无济于事。因为东乌地区的俄联军实力是俄乌战线中最强大的，这里拥有俄军最强大的炮兵火力支援，边境的机场离东乌地区也是最近的。因此，车臣精锐凭借自身超强战力，在炮兵和空军远程火力的支援下，将不少乌克兰守军彻底击溃。在卢比日内的沃沃多夫卡村，车臣部队5月6号就拿下了该村，但是没想到后续乌军组织部队迅速反扑，让车臣部队猝不及防。有些车臣部队士兵甚至以双持 AK 步枪双倍火力输出，无视后坐力扫射乌军的方式阻击乌军。回过神来的车臣部队很快将反扑的乌军部队击退，这就不免让人想起了一句俄式玩笑话，叫做后坐力都是西方的谎言。有专家表示，在近距离作战中，车臣部队单兵的作战表现是非常优秀的，主要是车臣士兵体格精壮和他们尚武的精神，和从小接受准军事训练以及接受摔跤训练有关。异于常人的体格可以使这些精锐部队携带大量武器弹药，这一点在近距离作战至关重要。持续不断火力投射是制胜的法宝，像车臣精锐部队装备的 AK 系步枪和 PK 系机枪，普遍装备了全息瞄具和光学瞄具。此外，还装备了大量缴获的西方反坦克导弹和火箭筒，以及肩扛式温压弹。这些武器堪称巷战神器。在波帕斯纳亚市，车臣部队在巷战中大显神威。该市也是乌军防守的大本营，建筑暗堡众多。车臣部队凭借俄军坦克装甲车辆的协同，在城市开阔地带稳步推进。不过，在城区密集地区，往往是车臣精锐采取火力压制加拆房子的方式逐步推进，主要是对准乌军防守的建筑物进行持续不断的轻武器射击，让建筑物内的乌军不敢轻易探头还击。这时，一旁准备的车臣精锐部队将会把立即在掩护下陆续前出掩体，向建筑物连续发射温压弹、火箭弹和反坦克导弹，效果极佳，基本上可以连建筑和乌军一块送上天。一发温压弹对于建筑物内乌军士兵具有极强的杀伤能力。俄媒报道，这种战法是车臣部队在马里乌波尔之战中实践出来的。靠着这种战法，车臣部队将亚速营打得抱头鼠窜，直接把他们赶进了钢铁厂。因此，在车臣部队的这种打法下，乌军发现他们据守的建筑物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坟墓。巷战专精的车臣军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，乌军部队不得不步步败退。截止5月10号，车臣部队和其他友军部队已经把乌军赶出了波帕斯纳亚市，波帕斯纳亚市宣告被车臣部队拿下。乌军其余部队被驱赶进城郊丛林，车臣部队又继续追出城，在丛林中将这些企图反攻的乌军歼灭，缴获武器弹药无数。可见车臣部队不光是巷战能手，对于丛林战也是一样精通。卢甘斯克省长谢尔盖·盖代告诉乌克兰电视台，乌克兰军队已经撤退，并补充说那里的一切都被摧毁了。可见车臣部队高效的作战能力。
卡德罗夫发文表示，车臣部队已经解放了波帕斯纳亚市绝大部分地区，同时还发现了意外之喜。在波帕斯纳亚市的避难所和部分区域，车臣部队缴获了大量的西方武器和干粮，保存完好，如标枪反坦克导弹和机枪以及成吨的军用食物。卡德罗夫嘲讽道，这些物资都是可以马上使用的。因此，欧美国家对乌克兰军队的援助最终使车臣战士们受益。卡德罗夫感谢拜登先生在重新装备乌克兰部队问题上的坚定立场。由于拜登的正直，车臣战士们获得了额外的食物和武器。